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2月23日星期日，万象多云。今天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由于今天是周日，老挝外贸银行外汇休市，汇率请参考周五的报价。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08基普。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29.25基普，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20基普。再来关注股市行情。由于昨天是周六，老交所停盘，在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52.67点。接着关注黄金价格。由于今天是周日，老挝 PV 黄金继续沿用周六的报价，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039万基普。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2月2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1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620基普，95号汽油每升300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越南讨论启用荣昂哈廷国际码头3号泊位。2月21日，老挝越南荣昂哈廷国际码头3号泊位的启用讨论会议在越南河静省举行。本次会议由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翁坎彭马坤中将与越南河静省副省长陈宝和共同主持。参会人员包括越南人民军第4军区司令部党政领导、老挝亚太电信公司、越南国防部经济司、老挝越南荣昂国际码头股份有限公司、高亚高公司、丁康塞昂公司以及双方相关单位的代表。河静省省长对翁坎彭马坤中将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高度评价两国、两党、两军及两国人民在过去多个领域的合作与互助。他强调，未来双方将在更多领域持续深化合作，为巩固老挝越南特殊团结友谊做出重要贡献，尤其是在荣昂哈廷国际码头领域。翁坎彭马坤中将对河静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对越南党政领导在各领域的关注，特别是荣昂国际码头项目的支持表示高度赞赏。他希望双方未来进一步加强紧密合作，推动两国友谊迈上新台阶。2. 2025年第18届沙耶武里省大象节盛大开幕。2月22日，第18届老挝沙耶武里省大象节正式开幕。本届活动共有50头大象参与，开幕式由老挝国家副主席本通吉马尼协夫人主持，沙耶武里省省长彭萨万西塔冯协夫人、中央和省级党政领导、国内外嘉宾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开幕式上，活动丰富多彩，包括8族舞蹈、感恩大象舞、庆祝大象节舞及1800名学生的团体操表演。此外，还有军乐队演奏、国旗游行、大象节标牌展示、传统摔跤表演及50头大象齐鸣等环节。特别亮点包括大象手持欢迎参加2025大象节标牌、表演敬礼、升旗、献花等才艺展示，吸引了众多观众。大象节每日开放，游客可观看大象表演，体验其大象服务，参观商品展销夜市及学生文艺演出，还可游览附近的大象保护中心和省内其他旅游景点。3. 老挝啤酒公司转向清洁能源，推动可持续发展。2月21日，老挝啤酒公司宣布正在采取重大举措，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进一步履行其对环境保护的承诺。通过与越南绿色能源公司合作，老挝啤酒公司将在老挝开设首个生物质能源工厂，为位于万象的啤酒生产厂提供绿色能源。这一转变将从2025年2月开始，逐步替代传统的柴油能源，使用由生物废弃物生产的清洁能源。预计这一举措将使万象啤酒厂的碳排放大幅减少，并提前5年实现2025年的减排目标。老挝啤酒公司总经理雅各布·阿鲁普安德森表示，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核心，我们为能够在老挝推动这一重要举措感到自豪。通过使用生物能源和进一步探索循环能源，
我们希望不仅在老挝，还在整个地区树立榜样。这一举措与嘉士伯集团的计划相一致，旨在减少碳排放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老挝啤酒公司还计划在万象和占巴塞省的啤酒厂进一步推广替代能源的使用。4. 法国律师培训学校校长访问老挝司法部。2月20日，老挝司法部副部长盖萨纳蓬马占在司法部接待了法国律师培训学校校长吉勒斯阿科曼多及其代表团。此次访问旨在讨论2025年的合作计划，特别是关于法律制定、司法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公众对老挝司法系统的信任。盖萨纳蓬马占副部长对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法国律师培训学校在老挝司法领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期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老挝司法系统的发展。吉勒斯阿科曼多校长对老挝司法部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承诺将继续支持老挝的司法改革工作，特别是在法律培训和司法实践方面提供帮助。5. 蒙塞市和纳摩县清洁能源连接基地项目稳步推进。2月19日，乌多姆塞省省长本贡拉占蓬率队视察了中国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在蒙塞市和纳摩县实施的第一期清洁能源连接基地项目。该项目覆盖7个村庄，包括丘查鲁村、琼昂村、丘牙村、纳豆村、南博塔凯村、会所村和马珠村，总用地面积达2090万1612平方米。项目涉及1009块地块，其中村集体用地53块，面积67万2344平方米。需要补偿的私人土地涉及349户家庭，共956块地块，面积2022万9268平方米。目前，老挝北部1000兆瓦清洁能源项目第一期进展顺利，已完成安装并具备发电能力的太阳能电池板达2兆瓦。已完成约6万个太阳能电池板支架基坑开挖，现场技术人员和工人总数约800人。本贡拉占蓬省长对项目实施表示赞赏，并就天气变化对员工工作的影响表示关切。他建议公司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下的空地发展农业，让当地民众参与种植养殖，并建设观景点道路，以促进省内旅游业发展。6. 2025年国际拔河公开赛在万象落幕。2月20日，老挝国家拔河联合会在万象市东昌酒店主办了2025年国际拔河公开赛。本次比赛旨在推广拔河运动，吸引青年、学生参与，并为年底的比赛选拔优秀运动员。经过激烈角逐，比赛结果如下：男子团体组，马来西亚队获金牌，泰国队获银牌；女子团体组，老挝队获金牌，泰国队获银牌；混合团体组，泰国队获金牌，老挝队获银牌。7. 甘蒙省由马拉县开展稻田养虾试点项目。2月20日，甘蒙省由马拉县农林局在农平村完成了第2批稻田养虾试验项目的准备工作。该项目由甘蒙省副省长乌敦布辛坎、由马拉县副县长本塔维多莱萨恩及农林局局长詹涛维翁西等官员共同指导，并得到了地方政府和试验农户的参与。稻田养虾试点项目自2024年5月启动，覆盖了10户家庭，占地约10公顷。项目获得了越南政府提供的30亿越南盾资助以及省级资金支持。目前共培育了约20万尾虾苗，准备投放至稻田中。农林局副局长詹涛维翁西与越南专家团队向参与农户详细讲解了技术要点、养殖管理方法及其他注意事项，确保项目顺利推进。8. 乌多姆塞开发独特旅游景点亚卡山。2月18日，乌多姆塞省蒙塞市文化与旅游局联合多个相关部门，对位于拉三松村的亚卡山旅游景点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督导。此次行动由蒙塞市旅游局副局长布恩古安米特穆昂带队，旨在推动该自然景观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亚卡山以其独特的岩石地貌闻名，色彩斑斓且形状各异，与当地孟族和库姆族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连。自2023年起，该景点的开发工作逐步展开。
目前已完成约35%的基础便利设施建设，包括道路修缮、排水设置、步道铺设、供水系统建造以及公厕建造等。另外，服务中心附近还将建成一座餐厅，可容纳40到50人用餐，同时提供20顶帐篷，可供80到100名游客露营。目前，该景点已于2025年1月开始临时试运营，并计划在雨季前建造至少5到10间木屋，同时安装指示牌、警示牌等配套设施。亚卡山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美景和文化价值，正逐步成为老挝北部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明天见。